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。村里有一个老人明天要上沙，我们今天的精神就是给他挖一个人生的最后归宿，称丁井。这是我5月份第3次到这沙上来挖丁井。这座沙还是很不错的，是我们这地方最高的一座沙。东家今天也做足了准备，锄头、油布、西瓜也带上来了。天气预报这连续1个星期都是雨，趁现在还没有下雨，我们要加快速度，看能不能在1个小时之内把这个活干好。这个活我是1080包的，包修路，包挖场地，包把那个丁井挖出来。由于这块地不是很宽，挖机站的位置不好挖井，我们就把里面挖进去一点，到时候把整个井往里面移1米，只要左右方向对称，前后可以随便调动。干活不到10分钟，他们就说要吃西瓜了，拿了一块好大的西瓜给我。我们是干啥不行，吃东西第1名啊，哼！把整块西瓜吃完之后，我们继续挖。大家都没有吃早餐，就靠这西瓜填饱肚子，吃饱才有力气干活嘛，是不是？由于上面下面左边右边都有前辈，挖出来的土不能乱放，所以我们只能原地整平，把整个场地抬高了50公分左右。整平后，我们把这些松土反复用挖机在上面压过来压过去，把它压紧压实。接下来用1根绳子对着2个桩子的方向，确定好开挖的中线，然后拿尺子量好要挖的长度，量一下挖机外面站位的长度够不够。确定好前后和中线之后，接下来就用锄头挖一个记号，等一下我挖机对着这根中线挖就可以了。老规矩，西行3个里，然后再开挖。挖这个井，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挖机的正中间要跟这2个桩对直，然后挖接正中间的那一颗牙齿，对着中线挖。家说这里面要挖一条爬水沟，这里我们给它挖一个爬水沟。这几天有雨，如果下雨的话，容易流到挖好的井里面来。在里面挖条爬水沟的话，就可以把水劈开。我们这边挖井的通用尺寸是长2.4米，宽80公分，深3.3米。我这挖机的挖斗刚好是80公分宽，所以只要挖1斗宽就行。确定好长度和宽度之后，我们就只要往下面挖深，一直挖到3.3米就可以了。右边有些凸出来的地方，我们稍微修一修。东家拿尺子量了一下尺寸，没想到刚刚好，要人工拿锄头把那些边边角角修一下就可以了。挖机毕竟是机器，肯定没有人工那么修得好，这东家追求比较完美。要是我以前挖这个井，基本上不用人工，稍微挖大一点点就行了。但是他们今天来了3个人，而且锄头也带上来了，干脆就把它修得漂亮一点，也算是对老人最后的一个尊重。接下来给你们看一下大哥人工挖了8个小时后的样子，人工修一下确实还是很漂亮的。当我们准备收工的时候，老人的3个后代来了，人给了我们1包烟和1瓶水，让我们给他多修一下，修得漂漂亮亮一点。拿到烟的大哥顿时干劲十足，又拿着锄头和铲子在井里面卖力的挖。挖了8个小时之后，天空就下起了毛毛雨。如果不用人工修的话，我们挖机挖只要8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挖好。今天这个井由于人工修了2次，所以这个井我们现在挖了差不多2个小时。我干活的原则就是要干到老板满意为止。大哥上来之后，我们就把里面的松土挖出来，里面土不多，我们分2次挖。由于有3米多深了，我看不到，他们这几个人就指挥我怎么挖。把最后这一点点土取上来之后，
今天这个活我们就干完了啊。最后大哥第3次下去，把里面的松土还去清了一下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，收工回家。感谢大家的收看。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蜡挖机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回填一个房屋地基。东家房屋地脚梁混凝土浇筑才3天，问我可不可以回填土了。我说没问题啊，打了混凝土才1天的我都回填过土，这都有3天了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。房子的地基里面少了土，我们先把外面堆着的土挖到房间里面去，只有前面2个卫生间不填土，其他房间全部要填满。左边这2间房少了土，我们就到这卫生间的旁边挖个化粪池，这样就可以取很多土出来。才挖了2斗就挖到了石头。老板说要我还挖到前面一点，看这里有没有石头。老铁们看这房子的后面就知道，这座山全是石头，所以这化粪池基本上挖不了多深，才挖了1米深，又挖到了石头，挖不下去了，所以直接挖平算了。接下来我们一边把这空地整平，一边把多余的土全部抓到房间里面去。房子的左边整平了，也没有多余的土了，就把挖机开到后面来。同样的方法，一边整平，一边把多余的土挖到房间里面。这后面整平后基本没有多余的土。接下来我们整房子的右边，把房子的右边整平后，挖机的斗齿掉了，还好被我发现得早。在土里面把挖机的斗齿找到了，东家和我一起把牙齿装上，又耽误了东家几分钟。土比较有水分，我们用斗背趴一趴，把它趴紧。房子的前面以前挖地基的时候挖了很多土出来堆在这里，现在我们又把这些土回填到房间里面。房子的另外3方已经全部整平，没有土了，所以里面需要多少土，我们就到前面挖多少土到房间里面去。感觉土差不多了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挖机开到房间里面来，一间一间房的把土整平。我们从左边最里面的那间房开始整平出来，把左边房间多余的土抓到中间房里面来，然后凭着地脚梁的最上面把土趴紧。我们填土的时候就要比地脚梁高10公分左右，用挖机趴紧后，土就刚好凭着地脚梁。挖机站在正中间的这间房，就可以同时挖到左边的房，也可以挖到右边的房。这样挖机就不要在地脚梁上面压过来压过去，减少对地脚梁的伤害。像这种才打了3天混凝土的地脚梁，一定要尽量少在地脚梁上面压过来压过去。挖机的链条是铁做的，多多少少对地脚梁有一点伤害。就算有些地方必须要压，我们就要挖土垫到地脚梁上面，把它垫高一点。如果直接往上面压，东家看到后会很心疼的。整个地基里面的土全部填平之后，东家要我把这些以前砌挡土墙剩下的沙子打在房子中的土上面，只要薄薄的撒一层就可以，以后砌砖施工的时候就没有泥巴。这个沙子只能砌挡土墙，不能打混凝土。东家说能够用完尽量全部用完，是我前面填土已经就到正负零了，所以这上面也不能填多厚，还是剩余了很多沙子没有用完，得要留沙布踏步楼梯。我们笔直挖下来，把多余的土挖掉。我们现在这边建房都喜欢在大门中间留3到5步楼梯踏步，显得大气。房屋地基里面不要土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把多余的土全部往后面低的地方赶，一边抓土一边把地整平。老板的整个屋场坪还是很大的，我挖机这边还建一栋同样的别墅都绰绰有余。在这种沙区地方有一块这么大的屋场坪，是多少人羡慕的对象啊！整平后我给你们看一下这地基有多大。
房子的前后左右还有很多空余的密基，我们把整平好的这块地帮老板压一压，压不到的地方就用陡背趴一趴。大门口这里也撒一点沙子，沙子还剩了很多，用不完，稍微扫平一下。最后我们把剩余的沙子抓到不碍事的地方。刚好10个小时，今天的活到这里就干完了。这是干活前的样子，这是干完后的样子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大家。